网络曝杨紫青簪线翻拍，男主改成张彬彬，疑似跳伞进场与观众见面。说到古装剧《青簪线》，大家纷纷感叹，从原本期待的搓拳头到今天的不屑，都是因为男主的意外，才让这部剧被搁置，而且是看不到小猴子带来的惊喜和欢乐，至今还没有播出。作为鹅厂投资的 S 级大型影视剧，据悉投资高达4亿元，邀请双顶流助阵，欲夺收视桂冠。但天上不及人算计，最终男主问题搁浅，造成严重损失，网上也沸腾了。有人希望用 AI 换脸来代替他，但实践起来很难。前段时间青秋行的新消息频频曝光，表示男主换成林鑫，将与杨紫搭档补剧，引得网络舆论热议。对于林鑫，大家并不陌生，颜值演技在线，出演过很多古装剧，尤其是赵丽颖的《楚乔传》，更是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。如果和杨紫合作，相信能擦出不一样的火花，肯定不会让观众失望。众人兴奋的同时，也有人喊着让林鑫减肥，不然就没有眼光，拉低杨紫的演技。但不要觉得大家都在抱怨。在大家的讨论下，我以为是真的，于是等杨紫林更新重拍，让作品与大家见面。但消息传出已经很久了，却一点动静都没有，粉丝们又失望了，有种被骗的感觉。近日，网络突然再次传出青蒿素的爆料，杨紫的青秋星翻拍，不过这次换成了演员张彬彬，将接替男主重拍现场，再次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。如果林更新的消息是假的，那是因为他现在正忙着和赵丽颖拍和《风行》，自然真实性不高，踢不出来。但对于张彬彬的公信力来说，多半是可信的，不仅档期合适，而且他的古装更是美轮美奂，赢得了观众的喜爱。之前和景甜合作过的司藤更是圈粉无数，所以他来出演一定会得到粉丝和观众的支持。那么对于女主杨紫来说，就是忙碌了。不仅要拍《长相思》，还要花时间补绿发加线，可能会着急，不知道当时的成果如何呈现。如果青簪线真的如网络曝光的那样，那么化妆场景可以很快完成，疑似空降与观众见面。各种作品久了，最重要的是尽快和观众见面，放得越久越被遗忘，然后不管是服从还是特效都会被拒绝，自然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。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空播了。作为鹅厂，这是最好的方式，他也想以最快的方式上线，拿到回报，不想永远压货。而且这种古装题材不涉及任何敏感问题，审稿速度也很快，因此您可能很快就能与观众见面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不知道大家看完后有什么期待呢？你觉得杨紫和张彬彬的组合有观众缘吗？不过目前还处于网络爆料阶段，最终能否成真，是否会再次换男主，得到官宣，吃瓜一定要慎重。02沉香如碎打破了浏览量纪录，诚意杨紫演技大爆发，结局上热搜。沉香正式收官，取得了优酷平台首个破100万播放量的灯塔佳绩，打破优酷平台播放纪录，结局连上好几热搜，足以看到这项工作的卓越性。这部剧是空播的，之前没有宣传，而且在更新主片的过程中，男女主也因为工作太忙没有合作，取得这样的成绩也不容易。其实一开始，很多观众看完沉香四渣的剧情梗概后，就觉得他的剧情走向好像被混在了仙侠剧的模板套路里，没有什么新意，所以并没有乐观。和之前大火的《三生三世》或者《香蜜》很相似，都是男女主一起经历了3生的虐恋，最终走向了圆满的发展趋势。然而，当我们完整观看整部剧集时，会发现沉香四蟹想要传达给观众的不是夫妻间的小爱，而是通过东方极致对称的美学，告诉我们所有的苍生的真爱，面对责任和爱情，仙侠的真谛是什么。第一营原是9重天的皇帝，肩负着守护3界的重任，所以他从小就被教导不要有爱，在他心中世界比什么都重要。此时的他只拥有大感情，却不懂小爱。燕谭是个500年前才出生的四叶汉，他没有经历过战场的险恶，也没有经历过战祸带来的流离失所之苦。在爱上应远之后，他并没有考虑苍生，只是想从对方口中知道一个答案，澄清对方的来意，
此时的他只有小爱，却不懂苍生。第二个唐周，作为凌霄宗的天才少年捕魔人，也以杀魔驱魔、保护百姓为己任。虽然刚认识白美美的时候，他只觉得对方是吵闹，但在后来的感情中，他逐渐被她的善良感染，爱上了对方。颜丹虽然后来恢复了记忆，但他还犹豫着放弃，竟然在导师的入口处骗了他。不管周围的人有没有让他知道，回到天堂后，他必须履行作为统治者的义务，但他仍然坚定地传达着自己的想法。他只要是唐周就行了，但他宁愿不回天堂。眼下，他明白了人们对他的崇拜，但他宁愿不把这个世界视为自己的义务。不管怎样，在帮助唐总督4位上古稀有的这段时间里，颜丹一点一点地领悟了应远为何一开始就放弃自己的原因。看到唐周出卖了自己的导师，他觉得应远无路可走。之后的经历，颜丹才明白，他之所以能够选择在平静的3界生活，是因为像应远这样的人，是在用自己的生命来忏悔。这会儿，燕丹完全看透了平民的真情实感。恰巧人间的平衡感是燕丹和应远之间的感情交易，也是两人走向2条不同道路的宣言。应远曾经会放弃对道德义务的崇拜，而唐周后来却可以。为了小爱，他什么都顾不得。当燕丹对离开义务的结果感到震惊时，燕丹后来才明白，真正的浪漫不是永远在一起，而是维护对方所珍视的一切。沉香夫妇展现出最好的亲情，共同得到，共同满足。程毅在录制《与军歌》的时候，曾说过自己最擅长的戏就是吐血。毫无疑问，通过程毅之前扮演的角色，我们无法发现他们实际上分享了一件事情。精彩绝伦的人设与人物基本相同，而且很大一部分是装扮秀，肯定会让人群有时尚的弱点。尽管如此，在每部作品拍摄之前，程毅都会带头仔细考察他的性格，并与编剧和导演一起研究如何破译人物的真人。所以我们发现程毅的每一个工作都可以给我们很大的享受。全部，尤其在沉香如鲠在喉中，他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，摆出一个3角形的部分，却又准确地指出了每个人物的本色。不管这3个字看起来是不是一模一样，只要一个眼神就能让众人看到。不管准备前的应远和准备完成后的应远是不是同一个人，但在人世间遭遇亲情之痛后的进展还是可以想象的。在最后一个圆满的快照中，程毅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分担了2个角色，分别在恶魔阶段的战斗中扮演应远和玄烨，然后以爸爸和孩子最终相遇的方式。鉴于邪灵被打破了，但我没想到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会这样，寓意着超然。程毅利用这个哭戏，让众人泪流满面。很明显，2个长相相似的人同时上演了哭戏，但他显然能感受到孩子最难忘的爸爸的疼爱。此外，父亲看着孩子成长的喜悦。很多杨紫的粉丝都觉得他现在已经有了之前的绝世佳作香蜜，所以他不应该接受拍摄《沉香如渣》，只会烧掉一个艺人最宝贵的时间。但付出对杨紫的小心思是旧组织的旧爱，还是伙伴之间的相伴？他准备接手这部作品，真的是想着沉香应该有什么吸引他的地方。而除了有相似题材的代表作之外，粉丝不愿意杨紫接拍沉香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，是在主要内容中，很明显女主一直是被男主反复抛弃的选择。应渊每次面对天下与爱情时，总会义无反顾地选择牺牲爱情去守护苍生，这对于女主来说不容易得到路人缘。可实际上，当我们真正读懂颜淡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后，就会发现他在成长的过程中明白了苍生与爱情之间的关系，对于男主做出的选择，他也表示认可，所以才会在最终选择与应渊一同赴死。他不仅是在遵守自己的诺言，让应渊去守护苍生，而自己去默默地守护着他，更是在给自己的爱情一个交代，那就是不为了小情小爱而罔顾天下苍生。可以说，沉香如屑的剧情发展与之前的仙侠剧套路截然不同。在最后的结局中，应渊为了守护三界，为了守护自己的爱人，选择像母亲一样，用自己的元神去修补天魔结界；而颜淡为了守护自己的爱人，同样选择毁掉元神，与他一同赴死。
虽然这样的结局在不少观众看来是悲剧，但如果能够读懂沉香想要传递给观众的大意后，就会发现这才是一个最完美的结局。这两个角色本就不是会为了小情小爱而放弃责任的人设，有时牺牲并不意味着结束，反而意味着重新开始，就像玄烨最后终于打破心魔一般。